自动瞄准都关一关，这是一部恐怖片，就是颜色指数高了点。原本伊莉丝只是想组一个恐怖趴，却没想到来了几个爱作死的半仙。为了寻求极致的刺激，他们开启了召唤恶魔仪式。作为女主人的伊莉丝被请到了法阵中央，但没人告诉她半仙们召来的是个色魔，结果就是伊莉丝差点原地升天。好在她还是当代灵媒，硬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摆脱了恶魔的纠缠。糟糕的是，一旦色魔的任务被打断，她的本体就能降临人界。为了感谢这群将她召唤过来的人类，色魔送了他们一场冲上云端的造化。在他们被爽死的同时，产生的欲望之力也让色魔吃了个饱，唯有伊莉丝逃过了一劫，且她还用珍藏的法宝将恶魔封印在了这间屋子。就这样过了几十年，伊莉丝也从少女变成了奶奶。这天夜里，伊莉丝从睡梦中惊醒，她再次感受到了那个曾经与她交合过的气息。伊莉丝知道，一定是色魔冲开了封印，以她对色魔的了解，绝对是没有女人能逃过她的魔爪。而她的孙女就睡在隔壁的卧室，为了保住孙女的清白，伊莉丝也只能放点狠话。Because I will destroy you before you touch her. Now shut the fuck up! 色魔对伊莉丝的警告没有一点反应，转身就进了品如的房间。他甚至不用出动本体，就能做爱做的事情。品如的被子被揭开，睡衣也在慢慢离体。从品如微微凹陷的红唇可以看出，色魔也是个讲究人。最惊悚的是，隔壁的伊莉丝同样没能逃过魔爪。好在她毅力足够强大，在品如即将迷失自我时，伊莉丝冲到了她的房间，但此刻已经为时已晚。孙女已经被恶魔玷污，怀着深深的愧疚，伊莉丝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她要以身饲虎，以此来保全孙女。握着乾坤八卦牌，伊莉丝来到了色魔所在的地下室，还没站稳脚跟，就被一阵阴风吹得一个趔趄，手中的八卦牌也摔成了粉碎。不过作为资深灵媒，法器这东西还是挺富裕的。在一个工具箱里，伊莉丝摸出了一面照妖镜，当初她就是靠着这面镜子，才将色魔封印在了那间屋子。为了自己的幸福，伊莉丝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那间小屋。被搅了好事的品如没有责怪奶奶，反而跟着她来到了地下室。没有见到伊莉丝，品如就知道她一定是进了那间小屋。打击事起，奶奶就告诫她不能进去那间屋子。这次终于有借口可以进去一探究竟，于是品如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小屋的房门。小屋里漆黑一片，家传的照妖镜也被随意地丢在地上，唯独墙上的一个奇异符号显得异常醒目。最让品如感觉奇怪的是，符号后面竟传出了阵阵的呻吟声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品如慢慢地贴了过去。在魔爪的肆虐下，品如没有一丝反抗能力，不多时她就被拖进了未知空间。不过好赖她也是伊莉丝的后代，在最后关头伸手握住了法器，带着法器进去的品如自然不受待见，很快就被吐了出来。重获自由后，品如第一时间逃出了小屋，祖传法宝也很够意思，直接就将自己贴到了木门上，准备长期与色魔进行对抗。品如虽然逃了出来，但她的行为却触怒了色魔，即使有照妖镜镇压，色魔也让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2年半后，房子以极低的价格挂牌出售。在中介的介绍下，保罗夫妇在众多购房者中杀出重围，能以这样的价格抢到一套带家具的洋房，他们感觉这波掏了个大的，终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爱巢。夫妇二人简直兴奋到飞起。最后他们决定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二人爱的痕迹。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，房间里的敲打声打断了二人的节奏。循着声音找去，保罗很快确定了是从地下室传出来的。当他们进入地下室后，就见到了一个眼神猥琐的大汉，他自称是一名电工，因为之前供暖的炉子发生过爆炸，中介便请他过来进行维修。听完对方的解释后，夫妇二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友好，毕竟这也关乎着他们之后的安全。唯一让珍妮感觉不舒服的是，电工的眼睛就像是开了自动瞄准。经过电工的查看，暖炉的管子通向一间封闭的房间，但夫妇二人也没有那间屋子的钥匙，可能是为了彰显自己能干，电工表示交给他就行。目送珍妮离开后，他便开始对着木门捶打。随着电工的动作，附着在木门上的照妖镜被震了下去。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有多作死。没有打开门，电工便决定先做点其他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木门却自动打开，电工没有多想，直接就走进了小屋。 What the fuck is this shit? 照妖镜被无情地踢到了柜子下面，被封印的色魔终于可以无所顾忌。在电工观察墙上的奇怪符号时，色魔已经开始蠢蠢欲动。下一秒，木门快速闭合，再想逃跑已经成了奢望。门锁被一个奇怪的东西阻挡，电工也陷入了慌乱中。他拼命拍打房门，企图再次将房门震开，但房门不仅没有被震开，他反而被掉下来的羊头给砸了个正着。好消息是，在他晕晕乎乎时，房门又自动打开了。Fuck you. Jesus Christ. Too many weird fucking fumes in these cellars. Just playing with my head. 色魔出手了，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男女之分。电工的结局想必大家也能猜到，
迟迟不见电工上去，保罗便寻了下来。见到空无一人的地下室后，保罗顿时就兴奋了，这下总算没人打扰他们了。夫妻俩一个刷锅一个磨枪，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。就在这时，色魔再次出手，蒙上眼睛的珍妮感觉一双大手缓缓靠近，开始在自己身上施展武艺，什么九阴白骨爪啊，一阳指啊，可谓是招招直击要害。保罗这边就更逆天了，他感觉自己的被窝里钻进了一只克格莫，腐蚀唾液和虚空淤泥齐上阵，3两下就把保罗给整吐了。这下多少就有点坏事了。刷完锅的珍妮正在兴头上，保罗却进入了贤者模式。Just give me a minute, okay? 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嘛，歇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嘛？保罗的态度让珍妮大失所望，她甚至怀疑自己已经不香了。为了让保罗挺起腰杆做男人，第二天一早，珍妮就命令他起床跑步。与他一起的是同样被赶出来跑步的绿哥。听到保罗说自己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时，绿哥立刻分析道，可能是他们结婚太久了，整天左手摸右手，换谁都兴致不高，倒不如两人换一换，去对方家里住上1星期。虽然对绿哥的提议很心动，但保罗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与此同时，宅在家里的珍妮刚准备洗衣服，昨晚的那种感觉就又来了。不同的是，这次的进攻更加猛烈，加藤鹰过来都得跪地喊师傅，就连洗衣机都没能顶住。I forgot my key. Honey, what happened? I'm doing laundry. 保罗觉得自己被洗衣机绿了，不过这并不能责怪珍妮。为了好好弥补老婆，他今晚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得到老公的保证。珍妮便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还没等保罗出招，就再次被门铃声给打断。来人是珍妮的妹妹，因为姐姐的新居离自己学校很近，她就准备借宿到姐姐家。妹妹的到来让珍妮忘记了刚刚的旖旎，她觉得带妹妹参观自己的新居才是最重要的。保罗没有任何不满，他觉得自己又逃过了一劫。但当他看到自己刚买的鲜花时，心情顿时又不好了。才几分钟就谢了，这么不持久的吗？难道是地暖太热给熏的？想到这里，保罗直接就趴到了地上。地下室的异响引发了保罗的好奇心，他决定下去一探究竟。进到地下室之后，保罗发现之前上锁的木门竟然开了，这说什么也得进去看一看。才刚踏进小黑屋，里面的法阵就亮了起来，接着就出现了无数冤魂，他们高呼着保罗的名字，表达了急切的需求欲。紧接着他就被电击了。再次出现的保罗变得骚里骚气，看珍妮和小姨子的眼神也越发不对劲。最恶心的还是他看自己的眼神。此刻的保罗已经被色魔上了身，为了给妹妹接风，珍妮提议出去搓一顿，保罗欣然答应。他已经几十年没尝过食物的味道。三人当即就来到了一家餐厅，由于没有预约，他们还需要等位置。侍者告诉他们那边有免费的酒水饮料，可以一边喝一边等。珍妮和妹妹欣然前往，保罗则瞄上了女服务员。不过由于表达方式太过直接，动不动就是1日1天，所以在女服务员这里接连碰壁。但他现在可是上古色魔，那些胆敢拒绝的女人也将受到他的惩罚。只见保罗双瞳红光一闪，女孩瞬间就丘陵变平原，来到洗手间脱衣服一看，2个前车灯竟被安到了后备箱上，一个性感大美妞就这么变成了骆驼。这边3个人也等到了位置，闲聊时，保罗用故事的形式向两女讲述了自己降临人间的过程。当然，他也没有忘记给两女普及色魔的能力，比如40厘米什么的。珍妮不太相信色魔的存在，小姨子则表示真有的话，她倒是想尝试一番。两女的不信任激起了保罗的胜负欲，为了让他们相信，保罗将手指放到了杯沿上，随着他手指的动作，之前拒绝他的服务员瞬间就来了感觉。这该死的舒爽感简直连绵不断，甚至一浪高过一浪。而对于色魔来说，人类产生的快感就是他能量的来源，当他们被爽死后，就会变成色魔的奴隶。回到家的第一时间，保罗就进入地下室，将自己收获的能量传输给了本体。为了获得更多的能量，保罗决定今晚不睡觉了。不过现在珍妮一定不是自己的对手，于是他便提议喊小姨子一块来玩。这个提议差点没给珍妮气炸，你连老娘都满足不了，现在还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。为了惩罚保罗的大言不惭，珍妮决定将他赶出去，给他一个用手装13的机会。不过这并不打紧，说不定小姨子正等着自己呢。等珍妮睡下后，保罗直接进到了小姨子房里。为了展现自己的诚意，保罗不介意让小姨子先验火。Is your game. Wow. Now I see what Jenny sees in you. 小姨子的话被保罗当成了称赞，他也就不再伪装，双手轻轻一挥，被子就飞到了远方。眼看保罗要玩真的，小姨子顿时就慌了，自己这小巧玲珑的身体怕不是要被捅穿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小姨子拼命呼救，但此刻姐姐珍妮也是自顾不暇，在金刚指和弹指神通的围攻下，已然出现了溃败的迹象。最终小姨子还是没能逃脱被玷污的命运，那场面简直惨不忍睹，如她刚开始所想，还真就被捅穿了。等第二天珍妮起床，就发现妹妹不见了。保罗告诉她小姨子上学去了，珍妮也就没有多想。由于昨天
洗衣机被搞坏了，珍妮便联系了水管工上门维修。等水管工进入地下室，就遇到了变成色魔奴隶的小姨子。看着性感妩媚的小姨子，水管工不禁感叹道：自己的职业真是选对了。最后他也没逃过被玷污致死的下场。翌日，出门游荡的保罗再次遇到了绿哥。对于上次绿哥的提议，他可是一直心心念念的。于是保罗直接对绿哥发出了邀请。一想到晚上4人在一起打扑克，绿哥就有些迫不及待。再说珍妮这边，结合保罗讲的故事，加上那经常与自己切磋指法的神秘存在，让他开始有些相信这些怪力乱神。刚好珍妮就是一名图书管理员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关于色魔的书籍。然而书上的记录大多是人为猜测，并不能给他什么帮助。在珍妮将书放回书架时，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看到女孩的面容，珍妮顿时就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她就是上一任房主品如。品如告诉珍妮，那所房子里封印着邪恶的存在，如果想活命，最好立刻离开那里。告诫完珍妮，品如就匆忙告辞离开。被他这么一说，珍妮也是担忧不已。回到家的第一时间，他就将品如说的事情告诉了保罗，但保罗如今已经被色魔附身，自然不会离开这里，甚至为此和珍妮大吵了一架。老公的态度让珍妮意识到了不妙，平时自己指东他都不敢往西，现在竟然敢跟他吼。为了验证品如所言真假，珍妮决定联系中介问一问，但他刚拨通电话，保罗就发动能力弄掉了电话线。不死心的珍妮拿出手机，准备再次联系中介，还没来得及拨号，自己的门铃就被人按响了。开门一看，正是前来嗨皮的绿哥夫妇。有客人上门，珍妮也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顾虑。在绿姐的要求下，珍妮便开始带他参观房间。绿哥则被保罗带到了地下室。当他进入黑色房间后，他的贞洁就保不住了。来到主卧后，珍妮又看到了柜子上的电话，交代绿姐可以自由参观后，她便开始给中介打电话。绿姐则下楼找自己的亲好老公，岂料才刚刚站定，脚下就升腾起一阵烟雾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神雕大侠的成名绝技黯然销魂指。遗憾的是，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过于短暂。收拾好心情，绿姐继续开始在房间游荡，结果老公没找到，倒是碰上了刚刚袭击她的保罗。在保罗的忽悠下，绿姐成功被带到了地下室。要不说是色魔呢，那眼里基本就没别的东西。还没下到里面，保罗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色魔的技能倒是真招人嫉妒。待保罗搞定绿哥夫妇，楼上的珍妮也打完了电话。经过与中介的沟通，他已经知道品如所言非虚，加上保罗最近的不正常举动，珍妮已经开始怀疑他被影响了。还没等他将心中的担忧说出口，保罗却率先坦白了，最近这段时间收获颇丰，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。他告诉珍妮，如果想弄清楚缘由，就到地下室看一看。说完就率先进入了地下室。珍妮也是头铁，想也没想就跟着他进到了地下室。来到那间小屋后，珍妮直接就受惊了。原本该是死屋的房间，此刻却仿佛变成了某种器官。那些丢掉贞洁的人被随意摆放在一边，中间还有一颗类似心脏的巨大球体。保罗也不再遮掩自己的身份，直接以色魔的形态接见了珍妮。在被封印的几十年中，他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上帝在人界和魔界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，他们这些被召唤过来的恶魔若想拥有实体，就只能附身到人类身上，但人类孱弱的身体能维持的时间过于短暂。于是聪明的色魔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，他利用这些奴隶的生命能量制造了一个胚胎，又利用保罗的躯体播下了种子。现在只需要将自己的能量灌入胚胎，就能成就一个外表是人类，但同时也拥有色魔能力的新物种。这样在打破上帝屏障的同时，还能拥有一具永垂不朽的躯体。而珍妮就将是色魔重生后的第一份食物，只要再吸取绿姐的生命精华，就可以达到孕育的条件。珍妮无力阻止这一切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绿姐被胚胎消化。保罗也没闲着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借助新的胚胎完成重生。却没想到关键时刻，被困在肉壁中的伊丽丝突然爆发，直接给保罗来了一个锁喉。This is your only chance. Save him. Pull, pull, pull. Fight it. Fight it. 为了救回保罗，珍妮手口并用，总算是扯下了连接在保罗身上的怪东西。没有给他们温存的时间，色魔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能量，马上就要破壁而出。危机时刻，珍妮看到了地上那根管子，只见他抄起管子，直接就怼到了门上。在管子强大的吸力下，木门终于承受不住，珍妮和保罗也趁机逃了出去。更加幸运的是，他还捡到了被电工踢到柜子下面的照妖镜。待二人逃出地下室后，色魔已经获得了新生，在拥有女性躯体的同时，也没落下那长达40厘米的触手。新生的色魔可谓是能攻能守，将保罗夫妇逼到墙角后，色魔开始施展自己的能力，在二人爽死的同时，他也能获得足够的能量。 Who could possibly resist? 色魔的计划堪称完美，但这中间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。他虽然凭借人类的躯体打破了屏障限制，可他也忘记了人类的躯体是最脆弱的。
苦心研究几十年，结果到头来却倒在了珍妮的刀下。当珍妮举起照妖镜后，色魔也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逼出色魔的本体后，照妖镜瞬间就来劲了，伴随着声声惨叫，色魔再次被封印到了地下室。或许再过几十年，他还能等到一个有缘人。话说这么有趣的电影，你真的不艾特一下好友，给他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吗？